大家好，今天我来讲一下多年前我自己打的一手牌，当时在美国南加州赌场玩的5块5块的无限局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手牌发生了什么。这是一个赌场9人桌的现金游戏，其他玩家是谁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。我记得我的对手是一个韩国小伙，他玩的不错，应该是我在这个桌上最大的威胁。这种牌翻牌没有人下注就感觉特别亏。转牌在这个位置被涨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困扰，我们今天就分析一下怎么破解这个难点。看吧，果然是个威胁。当时我记得这小子很会搞心态，在我想了很久之后，他很善意的问我，你是不是弃掉一对 K 啊？我当时很期待，对，我是。然后他啪的一下亮牌给我看到他这个诈唬，我当时的表情就是我心想，行啊小子，算你狠，你给我等着啊。好，那我们看看这手牌的战术，我从头到尾解析一下我的每一个决策的表现。先看翻牌前，这是第一个错误，翻牌前应该反加注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扑克资金非常有限，所以就没有涨。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下，就玩扑克的时候，手里的赌资非常重要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我的码量和他的码量也算够深，应该涨到170左右。我们的对手是个比较活跃的玩家，在末置位加注不代表他的牌力一定强，跟注倒也可以，但是面对这样比较松凶的对手，手里拿 K 圈同花 80% 的时候还是应该加注的。翻牌对我们很有利，简直就是完美的过牌加注面。可惜这么好的牌没有人配合压注一下。还有一种玩法就是直接零打，但是这么打比较难平衡。有职业玩家这么打的，但是需要一个完整的战术体系才能平衡起来。转牌草花4，虽然没有拿到同花，我的牌还是很强，但是我不想再过牌了，因为想赢大钱就得往里投资。我总是感觉在这个时候做转牌再加注，这个打法就有点过了，因为那么打再有人跟注，那肯定牌比你大。所以在这里我压了120美元，这是第二个错误。因为我在5个人的底池里位置非常靠前，是很吃亏的。这个压注不疼不痒的，虽然能打走一些牌，但是如果对手真的有听牌的话，这个压注的赔率太好了。我们借助一下 GTO 加这个软件的力量来分析一下。电脑都不建议压注这个码量，很愚。电脑建议要么过牌，要么就打得狠一点。这个错误也是很多新手玩家常犯的错误，就是对压注的码量不太在意。其实压注码量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这样前置位的压注，不能给对手太好的赔率。这样打既赚不到钱，又有风险让对手中到更大的牌，甚至给对手操作你的空间。再看对手的操作，其实在 GTO 加的软件里，我们的操作都被软件藐视。他这个加注打的其实也不咋地，但这就是线下扑克的魅力。没有人的打法符合游戏理论，其实他这个操作是不合理的。什么牌能翻牌的时候不压注，但是转牌的时候突然就加注了呢？我记得我当时的想法是，难道他在翻牌的时候已经中了3条，故意慢打？还是转牌的时候中了3条或者顺子？这手牌毕竟是5个人看牌，所以有人中牌的几率还是挺大的。那我们现在认真分析一下，仔细想，他翻牌有3条，故意慢打这个概率太低了，因为有5个人看牌。翻牌这么危险，他敢在末置位拿3条过牌，那是他不喜欢钱，这种几率根本不需要考虑在范围之内，所以他更有可能是中了3条或者顺子，这2种可能性的概率也是很小的，尤其是中了顺子。现在看中顺子的牌可能是68， 36不太可能。其实68同花在他手牌的范围里几率也是很小的，因为翻牌前他毕竟加注了7倍的大盲，他要是手里有68同花的话，那他翻牌前的加注范围太广了。但是我当时经验有限，而且临阵思维也没有想那么透彻，其实他最有可能有的价值牌也只有3条4，转牌中2对的几率也很小，手里怎么可能有 4x 的手牌呢？回到我这里，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喜欢诈唬的玩家，所以遇到这样的玩家，我的手牌是可以推回去全压的。推回去的几率取决于对手有多么喜欢诈唬。
越是遇到凶狠的对手，我们越应该推回去；反之，越稳健的对手，那就应该越考虑跟注。当时我是没想那么明白，所以就跟注了。河牌是方片4，虽然不是黑桃，但是这个河牌也算不错，对手有一对4的概率就小了很多。我们之前分析他最有可能有的价值牌就是一对4，他能这么容易就拿到4条吗？我过牌，他就全压了。对手现在可能有的价值牌就是葫芦、4条、顺子或者小概率的4、6同花这类牌。先看看我们的赔率，我们要跟注530去赢790的底池，那么我们的赔率就是530除以790加上530乘以2，等于 28.65%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有 28.65% 以上的胜算才应该跟注。面对这个压注，圈 K 只能是抓投机了。对手的任何价值牌我们都打不过，那就要确认对手会不会有 28.65% 的投机概率。对手的转牌加注很不合理，他扮演的成牌很少，但是他的炸胡也是要有原因的，那总不能为了炸而炸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猜测他手里有可能的炸胡范围应该是 A6 同花对6对8，或者是2张小的黑桃。河牌牌面上所有的听牌都没中，他是可以做到继续在河牌上炸胡的，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个喜欢炸胡的惯犯，所以说这个赔率是可以接受的。一般来讲，越大的局对手打得越凶，炸胡的几率也就越高。河牌这个情况就是考验玩家的总体战术规范，在这里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对子牌都弃掉，但是也不能全部都跟住，所以我们要在自己的手牌里做出取舍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的手牌范围里的成牌主要就是 K 圈、K 勾、K 10同花。这里有一些的 K 勾和 K 10在转牌的时候就被打走了一部分，就可以这么想，在转牌的时候有黑桃的 K 勾留下，没有黑桃的直接弃掉。再回到河牌，所有的听牌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弃掉了。我们也不会有6、8这类牌，因为这种牌在河牌之前大概率就推进去了。那么仔细一分类，可以简单的把所有听牌都弃掉，包括6、7这样的。一个简单的分类方法就是把 K 勾和 K 圈不同花全部弃掉，然后跟住所有同花的 K 勾 K 圈，这样既不用担心被炸胡太多被剥削，也不用担心跟住太多。最后要调节这个度，主要是看对手的炸胡频率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许悠贤，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和订阅。